小故事屋，圆圆和芳芳。叶永烈著，区明月绘。你认识圆圆吗？你认识芳芳吗？他俩是你的老朋友啦。圆圆就是你下象棋的棋子，可不是吗？每一颗象棋的棋子都是圆溜溜的，所以叫圆圆。芳芳就是你下军棋的军子，可不是吗？每一颗陆军棋的棋子都是四四方方的，所以叫芳芳。有一天夜里，象棋正好和陆军棋放在一起，圆圆跟芳芳没事儿就开始聊天了。圆圆觉得自己的本领大，她对芳芳说：“你瞧瞧，世界上到处都是我圆圆的兄弟，汤圆是圆的，乒乓球是圆的，脸盆、饭碗、茶杯是圆的，就连地球、太阳、月亮也都是圆的。”芳芳听了一点儿也不服气，她觉得自己的本领比圆圆强，就说：“你瞧瞧，世界上到处都是我芳芳的兄弟，书是方的，报纸是方的，床是方的，毛巾是方的，铅笔盒、信封、汉字是方的，就连天安门广场、人民大会堂也是方的。”他俩都觉得自己本领大，你一言我一语，吵到半夜，还是谁也说服不了谁。他俩争着吵着，吵着争着，声音越来越小，越来越轻。吵累了，争累了，夜深了，睡着了。圆圆睡着了，开始做梦。圆圆梦见自己来到建筑工地，一看芳芳的同伴在那里，一大堆砖头都是方的。圆圆气坏了，说声变，就叫那些砖头都变成圆的。可是用圆砖头砌成的房子，砖头会滚动，一下子就瘫倒了。建筑工人叔叔对圆圆说：“砖头不能做成圆形的，方的砖头能够紧密地砌在一起，墙壁非常结实，所以我们要方的，不要圆的。”工人叔叔说声变，砖头重新变成方的了，砌成的房子又结实又漂亮。圆圆没办法，只好垂头丧气地离开了建筑工地。圆圆来到了农村，一看芳芳的同伴又在那里，成块成块的田都是方的。圆圆很不高兴，说声变，就叫那些田都变成了圆形的。这下子圆圆可高兴了。可是她听见一个不高兴的声音：“是谁把田都变成圆的？圆跟圆之间多出来一大块一大块的空地，这怎么行呢？太浪费土地了。”圆圆一看，原来是农民伯伯在说话。只听得农民伯伯说声变，田地重新变成方的了，一块紧挨着一块，中间只留下一条细长的田埂，好让人们走路。这一夜，圆圆做了好几个梦，在每一个梦里，她都想把芳芳赶走，变成圆圆，可是都没有成功。这一夜，圆圆翻来覆去，没睡好。想不到芳芳睡着了，也做起梦来。芳芳梦见自己在公路上遇到一辆自行车，她一看见自行车的车轮是圆圆的，心里就火了。她说声变，自行车的车轮一下子就变成方的了。这时自行车马上倒在地上。那位骑自行车的阿姨从地上爬起来，非常生气，问道：“是谁把我的车轮变成方的了？方的车轮怎么滚动？”阿姨说声变，把车轮重新变成圆的，骑着自行车飞快地跑了。芳芳没办法，东游西逛，来到了炼油厂。她一看炼油厂里储藏汽油的油罐怎么都是圆的，很不顺眼。她说声变，把油罐一下子变成了方的。想不到这下子可闯祸了，油罐里的汽油直往外冒。芳芳知道汽油是很危险的东西，
一见火就会烧起来，不得了。油罐生气地说：“是谁把我变成方的？要知道，石油工人把我做成圆的，是因为圆形的东西装油装的最多，一变成方的，油就装不下，流出来了。”芳芳一听，赶紧大叫：“变变变！”这时，圆圆一夜没睡好，刚刚睡着就被芳芳大叫“变变变”的声音吵醒了。圆圆问芳芳为什么连声叫变，芳芳不好意思地把自己做的梦告诉了圆圆。圆圆一听，脸也红了，不好意思地把自己做的梦也告诉了芳芳。从此，芳芳跟圆圆再也不吵了，他们互相尊重，互相学习，因为他俩懂得圆圆有圆圆的优点，芳芳也有芳芳的优点，他们俩愉快地互相合作。在算盘里，圆圆的算盘珠住在芳芳的算盘框里，3下5除2，飞快地计算着。在汽车中，芳芳的车厢坐在圆圆的车轮上，嘟嘟飞快地前进。还有芳芳的电子仪器在圆圆的人造卫星里，这时圆圆的卫星在宇宙中飞行，芳芳的电子仪器用无线电波把太空中的见闻告诉你和你的小伙伴。小朋友们，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啦。如果你喜欢红袋鼠的故事，可以请爸爸妈妈帮忙点一下右上角订阅小故事屋，这样就能第一时间听到新故事啦。